新疆盛产大枣，那里的枣啊是皮薄肉厚，纯正香甜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但是大家知道这枣是怎么收的吗？那么一到大枣成熟的季节呀，枣农们就会用杆子把枣打下来，用盆子接的方式来收枣。枣农们啊，每天要蹲在地上7、8个小时，收上200-300公斤的枣，一天下来呀，手酸、腰酸、脖子疼。新疆石河子啊，有个人叫冯兵，了解了收枣的艰辛后啊，就联合砍杂老师，想搞一台红枣收获机出来。红枣树它是个木本植物，这个在地里面呢，有树叶，有泥土，还有枣子，在采收过程中呢，一定不要伤害。他们通力合作，经过2次大的改进，终于研发出了一台收枣机。他们这台机器啊，是由液压系统、机震装置、输送带以及清选装置组成，利用液压驱动原理呢，带动机器行走。同时啊，机震装置产生震动，将枣树上的枣子震落到输送带上，再由机器的输送带输送到向外延伸的清选装置。落到地下的枣呢，也不用担心，会有2个扫盘将落地的枣扫到中间，再输送到清选装置，将树叶与红枣进行分选，新鲜的大枣呢就收好了。这台机器啊，1小时啊可以收160公斤的枣，相当于25个工人在同时工作，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。他们这台机器呀，完美的解决了人工打枣和剪枣的问题，让收枣工作呀变得省力轻松多了。好多枣农用了这台机器以后啊，是赞不绝口啊。如果有对这个机器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找他聊一聊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评论区下方请留言。这个发明人啊很不错，袁胖老师和发明团队倾力推荐。刚开始接触收割机的时候，全部是靠人工手动的卸粮，这个总的来说是比较费事的。第二代呢，虽然它卸粮的速度比较高了，震动的问题也解决掉了，但是呢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的存在的问题，卸不完粮升不起来，这个给收割机也造成很大的麻烦。把以前所有的问题，比如说震动啊，卸不到车中心，卸不完升不起来，卸粮高度偏低，这些问题一次性把它解决掉了。苜蓿是世界公认的牧草之王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是牛羊最喜爱的食物。但对于牧民来说，苜蓿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。苜蓿的价值虽然非常的，或者想了解更多信息，可以私信告诉我。一台机器，它身形庞大，却能穿梭自如，作业速度更是人工的75倍，你敢相信吗？新疆是我国红枣的重要产地，皮薄肉厚的新疆大枣享誉全国。新疆3位牛人发现，当地农民仍采用最传统的人工采摘红枣的方式，不仅费时费力，单一枯燥的机械式作业，对农民的身体也是不小的考验。3人一拍即合，研发了一款红枣收获机。红枣收获机主要利用液压驱动原理，带动机器行走，
再通过击振装置产生震动，模拟人手打枣的过程，使枣子散落。枣树属于木本植物，一旦破坏就很容易坏死，因此3人重新增加了旋转盘，采用塑胶材质，软硬适中，既可以轻松采集，又能很好地保护枣树。为了解决红枣遗漏问题，他们又重新设置了捡拾器，利用扫盘将枣子集中，通过齿轮旋转将枣传送到传输带上，最后经过清选装置完成红枣与树叶的分离。红枣收获机不仅加快了收枣的效率，还能减轻农民的负担，获得农民的认可。一台机器构造如此繁杂，却能轻而易举地采摘毛豆，4分钟就能完成20个人的工作量，你敢相信吗？海南是我国的毛豆种植基地之一，但是毛豆的抢收周期很短，需要人工连夜采摘。海南大爷从事多年的农机行业，看到乡亲们如此辛苦，决定发明一台毛豆收获机。毛豆收获机先是利用犁刀将毛豆根部的泥土铲除，被拔出后的毛豆送入脱离装置，经过毛刷滚的旋转，把毛豆导入脱离桶，脱离桶对毛豆的根茎和果实进行分离，再将果实送入清洗桶，清洗风干后的毛豆最终进入收集箱。为了解决毛豆破碎率太高的问题，将原来脱离齿的外部增加了橡胶材质，可以更好地模仿人工采摘毛豆。毛刷滚外部增加了遮罩，再将角笼安装于输送装置的下方，有效防止了毛豆的浪费。改进后的毛豆机增加了2个过滤网，可以更好地过滤根部的泥土，采摘质量可以与人工相媲美。经过了不断的实验改进，收获机终于得到了工人们的认可，为它的发明点赞。这是你的成熟的产品。对，这个比较成熟。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嘛？就是不用人工跟着跑，它直接坐在上面，跟现有的机械做对比吧。它这个机械就是说，一般农民要种地的话，要收松的话，一般就像我们这个地区吧，一般是到9月份、10来月份，那时候不是，一般都是那个下雪。下雪的天气，或者说是下雨，就地里很泥泞，你要人工跟着跑吧，它就很累，所以说就设计了这个什么，把它放在人在上面开着，这就是最大的突破。再一个就是什么重心这一块，解决了很大程度上，就是像他们那些以前原有的那种机械，你说翻了就翻了它因为头重脚轻嘛，这个你大老远一看也是头重脚轻。但是咱这个很好的解决了，就是使用了这5-6年，从来没有一个在地里咵哧一下子翻了，或者因为地形不好一下子翻了的，这些情况绝对没有。那等于其实你看啊，你至少这个发明还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你发明的这个机器呗？对，这就是启动，踩着离合，这是离合，7个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控制后边的，这是控制后面，这就是又是上下一个伸缩的，还有一个载动的。这个是，这个你不是这现在是看哪一个是这2个操纵杆是上下的，上下这个呢？那个是个震动，后边震动这个呢？那个是左右转向，往这一拉，它就往那。这个右就往右。这个呢？那个是快慢档。快慢档。对慢档哈。那我倒退呢？倒退这个2，这个就是吧？2是20多档，是不是？他们年那个上学时候每年差不多。这是23档。是吧？那我搬不过来呀。间隙很小，这个东西。间隙很小。就这样好，往外推。你打一车了，不打一车你就打不起来。要打上车是吧？我知道了。开始。又来了。快点一下。挂前电脑。挂前电脑。这个不用干快。
走。站动吗？哦，起来。哦。怎么了？可以了。这个太笨重了，我感觉速度啊，还有那个还是灵活性。工作速度啊，我不是工作速度，工作速度不是你像这样就可能我也不太会开了，对，好，对吧？这都是在慢档，很慢，最低的一个档位。哦，这等于就是这样子，等于就把大葱给收了吧，是吧？对，收获完放走。哦，